农民的事绝非小事。1933年，美国差一点就被农民干翻在地。这一年，美国各地的农民暴动事件频发，愤怒民众集结起来，阻止当局对抵押到期的东西实施罚没，并在公路两侧设置警戒线，阻止农产品入城。这些都清楚表明，农民群体的耐心已经快到极限了。美国大萧条的3年时间，农民的收入掉了2/3，小麦、玉米、猪肉、棉花价格直接腰斩。当时农业局的负责人爱德华·奥尼尔对参议院委员会提出警告，除非为农民做点什么，否则不出12个月，农村地区就会发生革命。美国轮椅大帝罗斯福坐在白宫，听着眼前的报告，心里门清。农民是市场的最底层，他们没钱，消费就起不来，工业、金融、零售全得跟着趴下。所以罗斯福的百日新政，第二把40米大长刀，必须瞄准农业。这一仗比任何人想的都难，因为要救的不只是粮食价格，还有信任。面对这个极其棘手的烂摊子，罗斯福从内阁里拎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奇人来挂帅农业部。亨利·华莱士时年45岁，这是一个在美国政治史上极其罕见的复合型奇葩。在专业领域，他是个无可挑剔的农二代兼硬核学霸。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农业界的大佬。华莱士从小就在田间地头搞植物遗传学，一战时就已经是全美顶尖的杂交玉米专家和农业统计学家。他对泥土的气息、农作物的生长规律，甚至农民与市场的博弈，有着刻骨铭心的客观认知。但在精神世界是个狂热的神秘主义者，类似那种修仙者。他过着极其自律的苦行僧生活，破晓起床，徒步2英里半去上班，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就吃素食，搞修行。他把圣经旧约里的先知看作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现实同事，甚至在参加弥撒时会突然生出体验一下十字架之苦的冲动。他晚年深陷密教，与一位名叫洛里奇的白俄通灵画家打得火热。今天美元纸币背面那座极其诡异的未完工的金字塔与权势之眼，就是华莱士在1935年说服财政部长印上去的。他不修边幅，毫无社交手腕，就职典礼前连衣服都是同事硬拉着他去萨克斯第5大道精品店买的。华莱士的农业哲学建立在一个极其宏大却又极其客观的历史规律之上。他表示，昔日的文明之所以走向衰亡，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而在1933年的美国，这种平衡已经不仅是倾覆，而是完全崩塌。大萧条对农业的打击经历了2次极其沉重的暴击，先是1920年代海外市场的彻底消散，紧接着就是1929年的全面大崩盘。在这场灾难中，华莱士表示，农民是承担着最惨烈的代价，因为美国的价格一半是钢，一半是面团。钢就是美国的工业，当大萧条来临，市场需求断崖式下降时，商业和工业群体的反应会极其迅速且趋利避害。他们立刻减少产量，甚至关闭工厂，以此来维持工业品的价格水平。所以，工业品价格跌幅有限，资本家通过自保活了下来，代价是工人大量失业。因此，美国的工业价格是硬邦邦的，如同钢铁，而农业则是面团。农民没法让土地停工，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单个农民为了活命，根本无法减少产量，甚至只能拼命种出更多的粮食，试图靠走量来弥补损失。结果就是几百万农民一起疯狂产出，粮食多到堆积如山，价格直接被砸穿了地板。在农业领域是供给决定价格，在工业领域是价格决定供给。这种极其要命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现实：农民手里的钱完全是以小麦、玉米、猪肉和棉花为基础的，这些东西越来越不值钱，导致农民的实际购买力直接被砍掉了一半。而城市里的美元是以黄金为基础的，城里人反而能用更少的钱买到比以往多得多的农产品。既然找到了病根，华莱士直接在罗斯福的办公桌上拍出了4剂极其生猛的救命药方。第一，直接给产量踩刹车，借由国内分派计划来强行减少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第二，给农民强行续命，降低农业负债率，由政府出面对农业债务实施再融资。第三，稀释城市的购买力，扩张支付手段，搞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比如让美元贬值。第四，寻找外部泄洪区，借由互惠贸易协定去海外寻找新的经销市场。这套方案的底层逻辑极其粗暴且违背常理，就是政府倒贴钱，请农民千万别种地。在1932年之前，限制农业产量这个想法，在农业领袖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农民的天职就是种地，怎么能人为干预呢？但大萧条的毒打，无情地剥除了所有古老的偏见。而它4条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给产量踩刹车，借由国内分派计划来强行减少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计划不搞一刀切，而是极其精准地死盯4个造成绝对过剩的大户：小麦、猪肉、棉花和烟草。政府不开空头支票，只要农民同意按照政府的统筹规划削减自己的种植面积或扑杀牲畜，就能直接从政府手里领到真金白银的补贴。而政府发补贴的这笔巨款从哪来？自然不可能是罗斯福去掏口袋，罗斯福不去掏别人，已经是上帝保佑了。于是华莱士和他一样搞农业的老师威尔逊一拍大腿敲定了加工税，在农产品初始加工环节，比如面粉厂、肉类罐头厂征收消费税，用这笔税款反哺底层的合作农户。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人为制造短缺来拉升价格，最终让农产品恢复到相对工业品的购买力水平。
罗斯福在当纽约州长时懂土地规划，但他对全国性的棉花谷物过剩其实了解不多。在农业问题上，他极其聪明地选择了彻底放权给他的极客天团。华莱士带着农业经济学家伊奇基尔、老宾里以及城市律师杰尔姆·弗兰克，在一个个熬红双眼的通宵里拼凑出了一部农业调整法。这部法案是以补贴为驱动，以加工税为资金池的国内分派计划。首先是引入市场协议和配额机制，政府有权直接限制农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售数量，甚至直接发补贴刺激出口。政府可以直接出面花钱租赁农民的土地，让其退耕，强制休牧休耕。当农产品价格暴跌时，政府可以直接给仓储的粮食提供贷款，或者干脆由国家队出场，直接拿钱把市场上的多余粮食全部买断。设立农产品加工许可证制度，不听话的企业直接吊销执照，强制所有人服从减产规划。华莱士看着这部凝结了最硬核经济学与强力行政手段的法案，非常精准地评价道：“这在社会关系领域是崭新的发明创造，正如当年汽油发动机在机械领域也是全新的东西一样。这部法案不是在边缘修修补补，而是重构了农民、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就等罗斯福签字了。”罗斯福只要敢签，立即会被盖上一个违法宪法的帽子。但面对这份随时可能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随时可能颠覆美国200年自由市场传统的激进议案，罗斯福用普通的铅笔写下了一段极其简洁、朴素却力透纸背的国会自文。且容我坦率地告诉诸位，这是条新路，前人不曾走过。不过我也要同样坦率地告诉诸位，今日之境况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必须试验新的办法。这部法案通过之后，效果是炸裂的。罗斯福和华莱士马上就会迎来全美甚至全球的谴责，因为法案通过时已经是春天，地里的种子早就播下去了，母猪也怀上崽了。为了立刻把农产品价格拉上来，手法之粗暴史无前例。首先是联邦政府从农民手里强行收购并屠宰了超过600万头小猪和怀孕的母猪。当时的肉类加工和冷链能力根本跟不上，很多猪肉来不及处理，直接被扔进河里，或者挖大坑就地掩埋当了肥料。在城市的街头，成千上万失业的工人正饿着肚子排着长队领救济汤，而在中西部的农场里，政府却在大规模的杀猪扔肉。这种在饥饿中毁灭食物的魔幻反差，瞬间引爆了全国的道德谴责。然后是棉花，政府出钱要求南方各州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把已经长出茁壮嫩苗的1000万英亩棉花强行犁回土里。下一期我们再一同了解罗斯福这套农业调整法。